这个版本我强推的打野就是上个版本啊，比较这个下水道的小鹿。赛季初第一天，我遇到好几把都特别猛，把我干碎了。我本以为啊是赛季初段位更新了，是他们玩的好啊，不是莉莉娅多么强。结果我这一玩，好家伙，这个版本一改，莉莉娅怎么突然这么强了？以前你在野区带3绿都顶不住，现在你不带3绿啊，带3黄，前期被对面抓了都能跑，所以前期好发育，还容易拖后期。那这个版本对吧，太适合他了，尤其是单排。你看这个打野的胜率榜，虽然安贝萨和木木啊胜率是前2的，但这两个英雄单排不一定好用。他们胜率高是因为赛季初啊都是组排的，这两个英雄组排特别强。单排的话，你看胜率榜里面也就尼拉啊、艾克还有这个莉莉娅这3个英雄适合单排，其他英雄啊全是组排英雄。他们胜率高是因为赛季初啊组排的车队多，所以他们胜率才高的。还有就是有人问我这版本杰哥怎么样？杰哥这版本啊单排的话还是跟原来一样，但是组排特别强，尤其是现在新赛季啊还没有上大师的，半位只有3个，经常可以拿到猫咪。这个版本的杰哥啊带征服者再配个猫，强度非常爆炸。所以条件允许的话啊，你组排有人辅助选个猫啊，你玩杰的话确实可以玩。单排的话就算了啊，单排杰的兜底能力不是很强，主要是吃配合，知道吧？有人配合你就很厉害。然后莉莉娅的装备啊，先法穿鞋，然后峡谷加面具，这2个装备都有生命值，再配合过度生长，然后第3件呢多双生，前面的生命值加双生的双抗，中期特别肉，对面打不动你，还吃不了你的伤害，非常的无赖。然后再来一个大帽啊，再做个破盾，军事局和优势局都这么出。如果前面炸了啊，大劣势局就不要考虑做肉了，第3件直接做大帽。太逆风的话就推输出，因为对面装备领先了，你做防御的话也顶不住，只能纯输出啊，靠这个伤害来找机会了。符文的话一开始我是带3绿的，跟上个版本一样，但是我发现吧根本没必要啊，前期真的很肉，我就改成3黄了啊。3黄的话对吧，到后面非常的猛。虽然莉莉娅有真伤，但其实她的 W 伤害也巨高，到了后面有巨杀，一个 W 打坦克比 Q 都疼，所以电型3黄再来个过渡生长就可以了。如果确实你感觉你玩起来比较脆的话，也可以像上个版本一样啊，3绿再加个超燃，但是我带了好几把感觉没啥用，反正前期耐久度上来了，一般不会被秒，后面还有双生，所以不太依赖这个3绿了。打法也很简单，就是刷野，以刷为主啊，野区刷完了可以找机会抓人，抓不了人也没事，把对面打回家，帮队友推波线啊。这个兵线的话你不能单独吃，作为一个打野对吧，你可以帮队友推线，但是你不能来了之后啊什么都不干，一个人把人家线给吃了。吃线的时候要分情况，比如说龙快刷了，你可以主动的帮中路清线，然后提前占位置，再或者你帮他抓完之后呢，线上队友残血了，这个时候你别走，回头把线推进去，让他一个人清的话，对面打野可能会来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经常我直播的时候被骂的，有弹幕喷我乱射人家兵线，就是队友在线上单杀了，但是他状态很残，有一大波兵卡着，没有对面打野的视野，他可能在旁边，这个时候我会立马帮他推线。就弹幕喷我，人家好不容易单杀了，你还吃人家线，你又没帮人家抓，你凭什么吃？所以说这个解释没用，真正会玩的人他巴不得点信号让你帮他推，这个按道理来说是基本常识，但可能手游玩家啊，就是以前的话没接触过端游，他们不理解，就是别人辛辛苦苦单杀了，好不容易能吃一波线了，你过来白白蹭干嘛？他是不会想到对面打野可能会来抓的。等你做完峡谷和面具之后，莉莉娅就到强势期了，只要脆皮啊被你这个球弹到了，大招睡着啊 WQ 触发电刑就秒了。像这边啊我们有双生，所以说很肉，你换上个版本啊就落地的一瞬间我就死了，但这一波啊狗熊甚至闪现补伤害，但我还是啊多打了2个 Q 的伤害，所以这版本的话莉莉娅单排确实可以了，组排也很强，相比于那些胜率榜上前几的啊只能组排不能单排的，它是要强多了。另外昨天那个视频里啊有人说那个卡莎40输出对吧玩得很好，他个人实力的话没话说，因为我只捡了我的视角，你要当然直播的时候啊你再看的话，看完全局啊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埋汰他了。对面尼拉是国1尼拉，我用阿贝萨前期这么强的节奏都把对面给搞炸了，他玩卡莎对吧，带着米利欧在队友前期节奏起飞大顺风的情况下，打一个40的输出很难吗？如果队友前期节奏不行，是逆风局，你带着辅助啊偷发育打伤害，哪怕输了你打了这么高的伤害，那也确实是大哥，咱也不是不讲理的人。但问题是啊队友是顺风，你老想着对吧到后期带着米利欧自己爽，如果对面打野啊是一个普通打野，我也可以满足你的任性，但对面是尼拉呀，而且是国1尼拉，你跟尼拉对着发育，你想什么呢？小龙团不来去下路吃线，每次打架不跟着，对面安妮也是国1安妮，甚至每一波大招都没给他，就给我和兰博，给他一种打团啊没有人能限制他的感觉，就想着后期对吧有米利欧，我带着我老婆2打几多爽啊，最后拖着啊安贝萨后期不行了，对面尼拉站起来了，
然后一波团给他抽懵了，最后输了。所以他这个40%的输出有什么用啊？我说了很多次了，下路连体赢，你有本事对吧？队友逆风的情况下，你到处吃线刷野，刷起来之后呢带飞，你确实牛。但是你没有那个本事，你就只会队友顺风的时候，你搁那发育，然后依靠轮椅卡杀和无脑软辅打出很高的数据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